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了，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情感导师厉浩洋老师，欢迎厉总；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接下来的时间，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面临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们复合之后吧，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呢都是温柔体贴，可是现在特别的自我。之前是因为知道他喜欢温柔体贴的女生，所以我去改变自己。可是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和我赌气，而且我也在努力的弥补他。他口口声声说要改，可说到底还是想让我做他的老妈子。有请这一对，有请。王先生29岁，来自甘肃物业管理；罗女士28岁，来自湖南中医。欢迎两位哈，你要来的是吧？对，是我要来的。复合了，然后发现女友变了，是吧？是。为什么分开啊？先简单的说一说。因为之前就是喝多酒了，也没有经过大脑考虑，然后就给说了。谁喝多了？就我喝多了。啊，就喝多了就说分手。不是，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之前就看到我跟别的女性聊天，当时然后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喝多了嘛。然后他就说，那行吧，那就分手吧。那我就说，那分就分了，那就分了。啊，分手多久之后复合的？啊，差不多1个半月吧。1个半月，谁提的？我提的。提了之后您就答应了？对，因为我还有一点那个感情所在嘛，舍不得。但是复合之后发现不对了，是吧？对，我发现复合以后吧，他这个人呢，就整个就变了，变得让我难以接受。因为他之前是又温柔又体贴，又顾家的这种，可现在呢，下了班我回到家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之前还会穿一些带有色彩的一些 T 恤啊等等一系列。头发还留的稍微比现在长多了。有过去的照片吗？还是别你养了吧啊！因为他做了这些改变之后，他会对你很好的一个反馈吗？我的心里就是觉得自己为他改变了，可能会影响到他，结果反而嫌我啰嗦了，嫌我还没有其他人好。我就觉得为他做了这一切就是理所当然的。那你做了一些什么，他反而就觉得你还没别人好呢？他喜欢玩游戏嘛，我跟他讲话他也不回答那种，然后我也想就是融入他的生活里面，然后就去跟我朋友就是学了那游戏，学了3天，那我基本的一些技巧之类的也学会了，然后就让他带我，而他呢就觉得我太垃圾了，就玩游戏太垃圾了，他就不带我。那本身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学，我呢打的又是排位，对不对？然后完了又是重要的晋级赛。你说我带你，我也带了你了，对不对？我带了你几次，对不对？把把都是输，你让我再怎么带？然后就连我的队友都在说我，是不是我的技术问题？不带就不带呗，那我就想着做一点后勤工作，就陪着，对啊，就陪着他倒水啊，就是端点水果在旁边，就是能够就多细心就多细心的对着他。这不就是一老妈子吗？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爱得太卑微了啊！对啊，那他怎么做呢？他就嫌弃我啰嗦啊，然后嫌着我挨着他事了，老是还发火呢。是这样子啊，就是我在那游戏打得正开心呢，他给我来一句，他说来要不要吃个水果？然后完了以后，我正在那里要发大招，他说来喝一杯水吧。你说多少游戏都是因为你这样子才输掉的。我就觉得在他心里，游戏比我还重要。像游戏里面人死了还可以复活，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会离开你啊？对吧？好问题。对啊，而且还有一次，因为我是刚好那天休息，然后起来的时候就胃疼，然后他呢就去单位就忘记了一个文件，就重要文件，一定要我送过去，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打个跑腿的，或者说叫个快递，就说一定要我送过去。没有，当时那个文件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打电话你也说你早上胃不舒服，那我刚好就是我单位附近也有一家医院，我说你顺便送过来，然后我再带你去医院看一下，检查一下。
因为我也听了他说那个医院嘛，我还挺开心的啊，我以为他心里有我。我也很累，当时也是公司聚餐，也是有很多事情，然后又很晚，又很累，又很疲惫，准备回家要睡觉，他就把我一直扯着，就是打锅砂锅问到底的这种。你说，你公司的事儿又很忙，忙完之后您回家呀，您跟别的女网友去喝了酒，还回家我还得伺候你啊？没有事，就是那一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聚会而已，不只是那个女的。嘿嘿，你这逻辑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你在外面这个风流快活完了，回家我还得伺候你啊，是这意思吧？然后还他提出分手，还有那还有啊？对啊，他就说人家那姑娘就是那女生很有个性，活出了自我。就是我没有，就是我就是老是在家里干嘛的，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很寒心，我为了他去改变了一切，结果我得到什么都没得到，所以我就跟他提出分手，我就觉得这段感情都走到了结尾，我觉得没必要了，然后就提出分手，然后他也答应了，对吧？然后我们这多好啊，姑娘，你这个人生决定做得特别对啊，怎么会同意复合的呢？所以还是有一点点舍不得。所以我现在也是，就是活出自己，然后我也不去为他改变，因为对啊，行了，你今天来什么意思呀？我只是希望就是希望什么？变回以前温柔体贴那个是吧？对他最基本他的着装吧。我真的不太想听你说话了，你听着就欺负人了，你知道吧？合着你今天就是等于复合之后，你觉得你有委屈了是吧？对，你要来诉委屈了是吧？是，我也现在也是改了，然后。我也弥补过他，我把我的父母，我专程从老家接到广州，就跟他去说这个事情。可他呢，本身你见一个未来的婆婆，你最基本你要精心准备一下。可他倒好，自己都不打扮一下，穿个大褂就过来见我父母。当时我父母都特别的诧异，都说这是你女朋友啊？我说是啊。然后呢，我以为他说是就是在楼下买一点菜，你在家里做点菜都没问题。然后呢，他在楼下就点了一些外卖，点上来。这个还别说，你要在桌上吃饭吧，老人家问问他的一些情况也是很正常的。他呢，爱理不理，我觉得他根本都不在乎我父母。是主任，你看他心里还是想要我就是回复那个贤妻良母的，但是我前面已经做了这一切，但他没有珍惜。不是最关键，他自己也不是说了嘛，就是那个女孩多可爱啊，活出个性嘛。对啊，你也是按他的要求来做的，对不对？对啊，咱也是按个性要求来做的，没毛病啊。没有，他现在在赌气，还怎么赌你了？然后完了以后吧，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们也1年多了，就说是见向你父母，可他呢就是不理我，发信息。打电话也不接，我真不知道他现在想要怎么样。以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不接，然后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然后打到关机了你还说我烦，所以我现在我就归回我的自己的生活。是啊，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潇洒的一个。出去打电话都不接，我下班回去连个人影都看不到，然后跟着你那些男闺蜜出去也不跟我。那我以前也是这样生活的，对啊，我是为了你改变我才说我在家里顾家一个人，但是我改变过后呢，我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反而是你的嫌弃，还说别人好，那我现在就活出了自己啊，我爱干嘛干嘛的，为什么要想着你的感受啊？以前也没有想过我。还有什么委屈的？快说出来。还有一次就是他跟我说的是，他说哎呀我出去散散心，我当时也很担心他的，然后就给他打电话又发信息，反正就是不回，结果呢晚上也没回来，然后我就闺蜜家里了。那你跟我说一下呀，是不是？我在家里一直在等着你。那也要你有这种感觉嘛，我之前也是这样过来的，对吧？好报应。现在怎么样？在广州发展的好吗？还行吧。对于未来你还有规划吗？关于你们俩的情感上？其实我就是希望他能跟我回老家发展。老家甘肃的是吧？对。干嘛要从广州又回甘肃呢？因为广州毕竟离我家太远了，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我就是希望跟他一起回老家去发展。邀请你回家，你去吗？我是不想回去，因为我家在湖南嘛，因为我2个人也是在广州打拼，我想在广州，因为离家又近。因为我父母也是2个女儿来的，那如果他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还可以立马回去。那他那边太远了，而且呢，就前面我们之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我很难再去相信他去为我去改变一些。这个我知道为什么老师们在笑，因为你特别难得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到那个现世报那么快。现世报，对。就是真的那么快的，就是通常你听到的是一个女性被一个男人欺负了，然后就欺负了。但是你今天很解气的是说，一个挺好的姑娘因为爱开始改变，我们先不说她方法对不对，有没有正确，然后被一个男人欺负，结果她居然还有机会很快的就翻盘，把这个男人施加给她的所有东西一股脑的全摔回去。这个你会让人觉得大快人心，你知道吧？就是被欺负的一方开始欺负别人的时候，你大快人心。当然，虽然这样乐什么的，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个比较理性的里面哈。我几个问题问一下两位哈，你跟他复合，是为了要报复他，还是还爱他？是因为还有感情在，根本没有报复。好，现在的他是真实的他，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你还会爱吗？换而言之，你接受这样一个女人吗？她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个性，她有自己的想法，你还会爱吗？这个要考虑一下。考虑一下。你应该对分手之后再复合这件事情，觉得怎么样？是高兴呢，还是？就整个人就是很自由的感觉吧。自由了。对，因为我没有活到以前那种就是很卑微嘛，现在做到自己。所以，如果现在他要跟你提出分手的话，你会挽留，还是痛快的答应，还是说算了，我改变吧？因为他说这样，他要考虑一下。我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说，你还得像过去那么温婉吗？不会。好，后悔分手吗？确实挺后悔的，真的是可能是习惯了他对我的各种好。所以后悔的是那个对你很好的女人，现在这个女人恢复了她自己想要的或想保持的，所以这个女人你是不爱的，对吗？对吗？是。你是想找回过去那个言听计从、围绕着你的中心来转的女友？是。OK， 好了，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莎娜老师，报应不爽啊！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想啊，因为我们理智的说，我觉得看了你们两个啊，除了觉得很解恨之外啊，也觉得特别痛心。田老师，今天我的感受是，你们俩真的应该在一起，因为你们俩太像了。你们不是用爱再去维护关系，你们用的就是我有没有占到主动权，我有没有控制。我有没有得到？女生，其实你之前改变了自己所有的行为模式、生活习惯，是为了迎合他。人家求复合，说我改，你回来吧。你好，又进入这段关系了，然后就恢复你自己的状态了。你说嘛，刚才特别享受现在的自由，你占了上风了，你得到了。但这是爱情吗？你是真的爱他吗？你如果真的爱他，你就会永远都是温柔的对他。咱就不说你今天的变化，当初他珍惜了你对他的感情，珍惜了你对他的那份执着，你这一辈子都会做一个贤妻良母守在他身边吗？我告诉你不会，因为那不是你，你做的改变不是真的爱，你只是想得到。他苦苦哀求你，他穷尽他所有，把他父母带到你身边，你一点都没有珍惜。我觉得你可以有个性，但是我们见父母的时候，是不是稍微的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打扮一下，给他们做顿饭？所以你也不珍惜，和他有什么区别呀？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这段感情不合适，我做出了所有的调整，为了得到，但是那不是我自己，那说明就不是你爱的对象。男生也一样，不珍惜就是这样的下场。所以拜托你下次恋爱的时候，去珍惜对方，去看到真正的对方身上让你爱的点，学会付出，才能拥有爱情。好的，谢谢。谢谢严老师，陆琪老师。我觉得他第一次分手的时候，不是受不了他受不了他自己了，是不是？装了那么久，装不下去了，而且装了那么久，一点好处都没有，凭什么再装下去？是吧？你的性格没有改过，所以他其实妄想什么？你改回来，你改不回去了，那个时候才是装的。人不可能装一辈子，你装了那一阵子之后，你就应该明白一件事儿，他不爱真正的你，为什么？因为他不欣赏你，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是嫌弃，你知道吗？这衣着，这个穿着简直，你一上来我们眼前一亮，你知道吗？在我的眼里面，你太棒了。谢谢老师。在从他的描述里面，他就希望你穿那个旗袍。你说你那剪那个短发，穿那个旗袍像什么样子？我看不惯那个你照片上那个样子，真的拧巴，你知道吗？难受。他要的不是你这样的人。我一直很坚定一个事情，欣赏是爱的前提。连欣赏都不欣赏，怎么会有爱？那不就是占有欲吗？所以今天就像是一个，川哥说现实报，我觉得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思想实验，我们把它给变成现实了。我们经常老是说一件事儿，就说，哎呀，你不要那么爱的那么卑微，如果你坚强一点、独立一点，可能爱的也。彭先生38岁，来自四川人事专员；杨女士39岁，来自重庆后勤专员。欢迎两位啊，一个公司的吧？对的。谁追的谁啊？我追的他嘛。追了多久啊？追了有1个多月。1个多月啊？谈了多久了？2年了。就是要结婚了，所以出麻烦了是吧？对的，对的，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啊，那咱就说说到了谈婚论嫁地步之后，怎么就来到这儿了，好不好？为什么？我今年已经38了嘛，我就想问问他关于结婚的事情，他为什么老是拖着我、耗着我？因为我付出了真心换来的，其实他对我的冷漠。我没有拖着他啊，我觉得我们之间还需要磨合，因为我已经经历过1次婚姻了嘛，我不想再这么草率，这也是对他负责任嘛。对他负责任。那你又怎么又没拖着我、耗着我呢？因为毕竟认识了2年多了，为什么还要磨合吗？还要需要了解吗？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我觉得还不够了解。哦，不了解他什么呢？我觉得结婚需要慎重一点嘛。哦，要慎重。比如说，他每次向我说结婚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结婚吧，就几个字就完了。那应该是什么呢？就没有一个仪式那种，又没有鲜花，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一句我们结婚吧。就是还得求婚，是这意思吗？对吧？求婚之后呢，要彩礼吗？因为他第1次他说我们结婚吧，我就想着就回家问了下父母嘛。和父母商量了，说需要6万块钱的彩礼嘛。6万块钱的彩礼？对啊。倒是不多哈。对啊，他回家去回来，他就说答应和我结婚，然后就是跟6万的彩礼啊。我说没问题，因为是我跟我家里商量一下，我和我家里的人的意见就是要希望他能带我去见见他的父母，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带我去见他父母。因为我们都很忙，我们一个公司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很忙，没有时间嘛。我觉得见父母的这种事情，肯定要双方时间都比较充分一点，然后再带他回去。并且他每次说要见我父母，我都说改天啦，改天让大家都有时间的时候一起回去嘛。但你这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你嘛。那你这不就是拒绝吗？老说带人见，不去见，不就是拒绝吗？你有时间来上我们这节目，没时间去带他见一下父母，你这不对啊！你没有说不给彩礼钱吧？没有啊，又是我们都同意了，没问题啊。又是前提条件是要去见见他的父母，双方父母坐下来商量着办呢，要谈一下。人家是有诚意的呀。但是我也是为他考虑呀，因为我问他有钱吗？他说他没有钱，他们要去借6万块钱要去借，钱又没借到，我把他带去见我父母，这样不会吧？不太好啊！你38岁工作应该有些日子了，怎么6万块钱的积蓄没有呢？就是那个彩礼钱的话，还是我们老家是农村的嘛，农村的还是要。不是你出来工作多少年？提前准备嘛。你出来工作多少年了？也是好几年了。啊，好几年啊？对对对。你今年38岁，多大出来工作的？21的时候。对呀，您这工作了10几年，6万块钱的存款你没有吗？那个是也要跟父母家人同意商量这不嘛？商量完，有父母的意思和我的意见的话，就是让他先带我去见他的父母。回避我的问题，你自己有没有6万块钱存款娶媳妇儿？我自己是拿得出的。那不就结了吗？你这是为他着想什么呀？但是他说他没有。行，这算第1次。后来呢？后来他
他反正没事就说我们结婚吧，就是几个字啊。行，我听明白了，你对结婚是有要求的嘛？比如说在结婚上，你要求有彩礼，那你要求有房子吗？对，我觉得应该有房子。你这人太不坦诚了，跟挤牙膏似的，还要挤你，要有房子。然后你咋说？最开始他说房子的话，我就跟他商量着办，说就在我们老家自己盖房子就行了，在我们农村老家，因为是省一点钱。刚开始他也同意的，他跟我到我们的老家里去看父母，看父母的话，这件事已经张罗住了，工人的话价钱方面也谈好了。后来给办户动议的时候，他又不同意了，他说老家盖房子又不同意了，要在他的老家去盖房子啊。如果是盖房子在哪里盖也是盖嘛，我们说，在他老家盖房子还是可以的话。因为还是来见他的父母的话，了解一下，问一下他父母的情况嘛。我叫他带我去见一下他的父母，也没有去行动，也没去安排，就这样拖着耗着。因为当时是这么想的，当时我是只要有房就可以了嘛，所以说最开始就没有跟他提要求必须在哪里盖。但是经过我深思熟虑之后，我觉得在他老家盖房子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老家在四川，我们老家在重庆这边。我跟他两个都在重庆这边上班，在四川去盖房子太远了，盖了我们也住不了，对吧？贡献着我简直就是浪费钱嘛，对吧？所以说我就不同意在他老家盖房子了。听懂了，听懂了。你有过一段婚姻，有孩子吗？有孩子。孩子跟谁啊？孩子跟前夫的。你需要付抚养费吗？不需要。为啥？前夫没让我付。哟，那你多久看一次孩子呢？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去看。听懂了，两件事儿。其实我知道你所说的不了解是什么了。这男人你确实也不了解。38岁。对对对。工作10几20年，有存款吗？这是不多，有点。他一个月收入多少你知道吗？他收入多少他不告诉我。所以说，其实你提6万块钱的彩礼也好，还是说盖房子也好，是不是想试探他呀？你想知道这个男人的经济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呀？是吧？你现在知道他经济的底吗？不知道。他给我说，他每次都说他没钱，无论说是6万块钱的彩礼，还是说去修房子，他总说回家去借。是真没钱呀，还是藏着底儿呢？不，因为老师就盖房子的话，毕竟是我们老家盖房子也是要几十万呢。哦，你老家盖房子要几十万？也要20-30万啊，才能盖得了吗？20-30万也都预算过的，能盖好的。结婚以后要不要孩子啊？要呢，肯定要呢。行。那个我再问问你啊，以前有没有过结婚对象啊？以前谈过，就是还没有结婚。原因是什么呀？因为女方的话还是要求，这是提高她的要求的话，让我很怀疑啊。但要求的话，因为随时不断向我提出新的要求。对，他为什么不断的向你提要求啊？这个我就想问他明白啊。因为他想了解你，他不相信你，你没说实话，不太放心这个男人吧？现在是有一点，因为我觉得他做事情都很草率。因为就连说结婚的话，每次都是我们结婚吧，5个字，就是很轻描淡写的那种。就很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看不起家庭背景方面嘛。所以今天你们来干嘛呀？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他，就是我每次向他提出结婚的事情的话，他老是这样拖住耗住。他要彩礼的话，就是我的要求也是要去见一下他父母。你别说见不见他父母，你把你整个的考虑说一下，为什么要见他的父母？因为毕竟是儿女大事，是终身大事嘛，比较大的事情的话，肯定要跟他父母商量。也就是说，他问你要彩礼，你就要见他父母，是吧？对呀，因为是啊，因为父母都没见过的话，我肯定不放心啊。不放心，怕他把你6万块钱骗走吗？那个这个问题是很重大的事情啊。你心里面根本都不相信他，所以你跟他说我们结婚吧，也是一个试探，你也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你们俩这试探来试探去，还能结婚吗？我跟他都是坦诚相对啊。你坦诚什么呀？你坦诚？觉得这男人怎么样？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脾气这些还是挺好的，就是有些坏习惯不好。什么习惯？抽烟呢？抽烟这一块特不喜欢。哎，哪一个男人又不抽烟呢？啊，你说那个男人抽烟不是很正常的吗？那个男人不抽，不抽啊。那个男人也不抽。别拿这个做借口，臭毛病就是臭毛病。
对吧？那你不能散了算了，好不好？散不散？你是想跟他继续往前走，还是不想娶她了？哎呦，你说句实话，你这个人怎么？我就希望他回心转意。行，你回答我几个问题，要不要给彩礼？只有彩礼要跟的。房子怎么解决？你的规划？房子的话，要是我还是跟他商量着带，因为是别跟他，我问你呢，你以后是要回四川工作，还是在重庆工作？目前的话是在重庆的。以后呢？这个的话要看他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跟他结婚了之后才会留在重庆啊，跟他的话还是在重庆呢。听明白了，看着那个，其实心理算盘已经拨得特别亮了。你就是典型我们说的那个不见兔子不撒鹰，对吧？你38岁，你没有一个自己的人生规划吗？急死我了！这俩人我觉得不是感情上的事儿，就是找一个能在一起生活的人。然后彼此心里还不敞亮，藏着掖着。行了，你们听听老师的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彭先生，是个女人就能跟您结婚吧？不是我们孩子，所以我觉得您真的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来。就说这么多，谢谢。谢谢珊娜老师。来，厉总。对，我觉得你们两个既然都来到这里了，对吧？就不要再磨磨唧唧，你们彼此浪费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你也不想耽误了，对吧？所以你一直催婚，那你就一直想耗着吗？你的青春越耗也越没了，是不是？你不想有个确定答案吗？你肯定也想，对不对？所以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你跟你的前夫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脾气不太好吗？那他能容纳你的脾气吗？能吧？你觉得他不如你前夫的在哪里？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脾气很好。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在等他。其实主要就2个事情，是他的事业，还有他挣的钱，是吗？你干嘛不承认？你不承认这么吊着他不也很难受吗？不如说清楚啊！你给他个时间线也行啊。你说我再等你1年2年，我看看你的事业到底怎么样，也行啊。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嘛，所以你说不看那个父母没有时间，这肯定是谎话嘛。你们谈了多久了？断断续续的2年。那你1年看孩子多少次？我住在孩子学校附近的，经常见面就算多少次？10几次吧。10几次，对不对？你1年看你父母多少次？也是差不多10几次吧。也有10几次，是不是？你说没时间跟他一起看父母，对吗？所以他连你父母也没见过，他连你孩子也没见过，他根本没有走进你的生活。我觉得你也很奇怪，说挣了工资不敢跟他说，有多少钱也不敢跟他说，你什么都不讲，他内心更没有安全感。物质上你能达到什么程度？你们2个讲清楚，讲透彻。刚才女生说1年见孩子10几次，父母10几次，请问你见他多少次？之前天天见嘛。现在呢？现在分开了几个月了。这几个月都没见吗？没怎么见嘛。你们根本就不像一场恋爱，只像一场交易。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表面，女生在想男生到底有多少钱，到底能够拿出多少钱买房子，到底买多大的房子。你所关注的所有的点都是他在物质条件和外面我们能看到的外力条件下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但是情感上呢，你关注过吗？其实刚才你说1年只看孩子10几次，我还是听得挺难过的。同在一个城市，看孩子时间真的很少，所以其实你关心的，我大概的感受只有自己。你并不关心自己身上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该给孩子付出的是什么？虽然离婚了归对方，但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父母你应该怎样照顾？你未来的爱人你要怎样去爱？我觉得你都没有想这些。这是说女生，男生也一样啊。你这恋爱谈得特别恍惚，你对于一个将来要娶的女人，她的孩子长什么样，她的父母是何许人都不知道，你就敢娶吗？所以你们在谈什么恋爱啊？莫名其妙，我感觉。你到现在都藏着掖着自己多少钱，挣多少钱不告诉他，
那就说明你并没有对这段感情看好，并没有相信这个女人愿意和他走入婚姻，并没有为未来的婚姻生活想要负责任。既然都没有进入恋爱，何谈婚姻啊？你们赶紧散了吧，然后清醒点进入下一段感情，清醒点再去面对以后的人生。我觉得我不太能理解的是，两个人如果谈婚论嫁，为什么爸妈不能见？这个我特别不能理解。你能告诉我吗？为什么不能见爸妈？就你们是谈恋爱了吧？是谈恋爱。你为什么不让他见你爸妈呢？他不愿意吗？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嘛。然后工作，你的进一步的了解是一次一次的迭代你的条件是吗？我觉得。就是我希望你嘛能够回心转意，我是在一步一步的达到你的要求，希望你还是能够回心转意。那你愿意把你的所有一切都告诉我吗？你愿意为了我努力吗？愿意为了我把以后未来的人生都规划好吗？不要再这么几个字我要结婚吧，我觉得好不正式，好敷衍。这个都是一步一步的，我都在努力的工作还做事啊。我希望你把你以后的人生都先规划好吧。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关门。我们看看这对嘉宾朋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因为没有真心，当然最后都是空啊。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是一个刚刚离婚的人，不是我们自愿离婚的，而是他妈妈逼我们离婚的，说我没有能力，做生意失败了。”赚不到钱，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我就想问，谁没有受过挫折？就凭我一次做生意失败了，就决定我没有能力了吗？我真的不甘心。加上孩子1岁多了，让他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不要让我们分开。他不干，始终让我们分开。关键我和我老婆是有感情的。我现在呢，一直在挽留，我也一直在努力工作，努力赚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丈母娘的想法真的有那么的重要吗？如果你的妻子没有赞同她妈妈的想法，我想这婚也是离不成的吧。所以呢，回头想一想，到底是不是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后要感谢的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